美國人又要登月了。一個叫阿爾忒彌斯2號的任務即將載着宇航員繞月飛行，全世界都在期待人類重返月球的又一個高光時刻。但是你知道嗎？就在56年前，同樣是登月，那次任務卻差點成了人類航天史上最大的災難。休斯頓，我們有麻煩了！這句絕望的呼叫來自33萬公里外的太空深處。3名宇航員，一艘爆炸的飛船，一場九死一生的太空漂流。這就是阿波羅13號，一次被稱為成功的失敗的傳奇任務。那麼，它為什麼會失敗呢？宇航員們又經歷了怎樣驚心動魄的7天？今天，我們就來揭開這個掩埋了半個多世紀的太空懸案。時間拉回到1970年4月13日，阿波羅13號飛船正平穩地飛向月球。指令長吉姆·洛弗爾，指令艙駕駛員傑克·斯威格特，還有登月艙駕駛員弗萊德·海斯，3位頂尖的宇航員心情不錯，甚至還跟地面開了個電視直播的小玩笑。當時他們距離地球已經超過30萬公里，遠得像一顆不起眼的星星。地面控制中心一切如常。突然，耳機裡傳來斯威格特有些急促的聲音：“好的，休斯頓，我們這裡出了個問題。”緊接着，洛弗爾更清晰地重複並補充道：“休斯頓，我們出了問題，我們的主臂總線電壓不足。”這句話後來在電影裡被簡化成了那句經典的“休斯頓，我們有麻煩了”。但當時的情況可遠比一句“有麻煩了”要恐怖1萬倍。飛船猛地一震，警報燈瘋狂閃爍，宇航員們透過舷窗看到了讓他們永生難忘的一幕：一股白色的氣体正從飛船的尾部瘋狂地噴湧而出，就像一個被扎破的氣球。他們知道，那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氧气。短短幾分鐘內，維持生命和發電的2個氧氣罐，一個徹底報廢，另一個也撐不了多久了。登月，別想了。現在的問題是，他們3個還能不能活着回到地球？一場人類航天史上最偉大的太空救援就此拉開序幕。但所有人心中都有一個巨大的問號：這艘集人類頂尖科技於一身的飛船怎麼會突然爆炸？是撞上了隕石，還是遭遇了未知的太空攻擊？ NASA 立刻成立了最高級別的調查委員會，由大名鼎鼎的阿波羅11號宇航員尼爾·阿姆斯特朗等人親自坐鎮，是要查個水落石出。經過長達7周的調查，翻遍了上百萬頁的設計圖紙和測試記錄，一個令人震驚又啼笑皆非的真相才逐漸浮出水面。調查報告的結論是，這次事故根本不是什麼偶然的意外，而是一連串看似毫不相關的微小失誤和一個有缺陷的不容錯設計共同導演的一場完美風暴。故事的起點要追溯到事故發生前的2年，也就是1968年。當時阿波羅13號後來出事的那個2號氧氣罐，本來是給阿波羅10號準備的。在工廠裡，工人們需要把它從一個架子上拆下來。就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工人手滑了，整個氧氣罐從大約5厘米高的地方摔了一下。你沒聽錯，就5厘米，還沒一個雞蛋高。當時大家檢查了一下，覺得沒什麼大礙，就在記錄本上寫了一筆，然後這事兒就過去了。這個摔過的氧氣罐後來就被裝進了阿波羅13號的服務艙。誰能想到，這個微不足道的小磕碰竟然為2年後的災難埋下了第一顆定時炸彈。時間快進到1970年3月，也就是發射前的1個月。在一次重要的發射前全系統測試中，地面工程師需要把氧气罐裡的液氧排空。奇怪的事情發生了，1號罐很聽話，順利排空，但那個摔過的2號罐卻像個犟驢，怎麼也排不乾淨，只排出了 8%。工程師們想盡了辦法，加大壓力，還是不行。最後，他們想出了一個馊主意，用氧气罐自帶的加熱器把裡面的液氧煮開，讓它自己蒸發掉。這個方案聽起來沒毛病，但問題就出在了供電上。飛船在太空用的是28伏的直流電，而地面測試為了方便，用的是65伏的電源。關鍵的設計缺陷來了，氧氣罐裡的恆溫保護開關是按照28伏的標準設計的，
當工程師把65伏的電壓接上去時，這個小小的開關瞬間就被擊穿，焊死了。它再也無法在溫度過高時自動斷電。於是，加熱器開始瘋狂的、不受控制的持續加熱。罐體內的溫度計最高只能顯示到85華氏度，約29攝氏度。所以地面上的工程師們看着儀表盤一切正常，壓根不知道罐子裡面已經水深火熱。後來的調查分析，加熱管的溫度在那8個小時裡可能一度飆升到了1000華氏度，也就是538攝氏度。這麼高的溫度，直接把加熱器附近電線的特氟龍絕緣層給烤焦、烤脆了。就這樣，一個內部電線裸露、受過內傷的氧氣罐被認為是正常的，裝滿了純液氧，隨着土星5號火箭飛向了太空。現在，讓我們回到爆炸前的那一刻。地面控制中心發出指令，讓宇航員打開氧氣罐裡的風扇，攪拌一下液氧，讓讀數更準。這是一個常規操作，但對於阿波羅13號的2號氧氣罐來說，這就是催命符。當斯威格特按下開關，電流通過那些被烤焦的裸露電線時，一個小小的電火花迸發了出來。在純氧的環境裡，哪怕一丁點火星都是災難性的，燃燒瞬間發生。罐內壓力急劇升高，最終轟的一聲，2號氧氣罐炸了。爆炸的威力不僅炸飛了服務艙的一大塊外殼，還順帶重創了旁邊無辜的1號氧氣罐。這就是懸案的真相，沒有外星人，沒有驚天陰謀，只是一連串被忽視的小問題，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最終釀成了大禍。一個5厘米的跌落，一個不兼容的電壓，一個被烤焦的絕緣層，環環相扣，把3名宇航員推向了死亡的邊緣。現在飛船毀了，登月艙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但問題是，登月艙寶瓶原本是為2個人設計的，在月球上待2天，現在要塞進3個人在太空裡飄4天，電、水、氧氣樣樣都缺，尤其是二氧化碳。3個人呼吸排出的二氧化碳很快就會讓艙內空氣變得有毒。指令艙裡有足夠的二氧化碳過濾器，但它的接口是方形的，而登月艙的過濾器接口是圓形的。這就像你拿着 iPhone 的充電線，想給安卓手機充電一樣，根本插不進去。生死關頭，地面控制中心的工程師們把所有能找到的跟飛船上一模一樣的東西，塑料袋、紙板、膠帶，甚至飞行手冊的封面，全都堆在桌子上，現場設計，現場測試，硬是捣鼓出了一個方形轉圓形的土衛轉接頭，然後通過無線電一步一步地指導宇航員在33萬公里外復刻出來。這個用膠帶和紙板做出來的救命裝置，成了人類智慧和團隊協作的永恆象徵。在返回地球的4天裡，宇航員們經歷了難以想象的煎熬。為了省電，他們關閉了幾乎所有系統，飛船裡又冷又濕，溫度一度降到只有幾度，舷窗上結滿了冰。他們嚴格限制飲水，每個人都出現了脫水的症狀，但他们挺過來了。在全世界幾億人的注視下，1970年4月17日，阿波羅13號的指令艙像一顆燃燒的流星，劃破天際，精準地降落在太平洋上。當3名宇航員被救援人員從返回艙裡扶出來的時候，全世界都沸騰了。這次任務雖然沒能登上月球，卻完成了一件更偉大的事，把人安全地帶回了家。所以 NASA 稱之為一次成功的失敗。它告訴我們，探索之路從不平坦，但人類的勇氣、智慧和永不放棄的精神，可以戰勝任何看似不可能的挑戰。阿波羅13號的教訓是慘痛的，但也極其寶貴。它讓 NASA 徹底重新審視了所有航天器的設計和測試流程。後來的航天任務變得更加安全可靠。如今5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阿波羅計劃早已成為傳奇，而新一代的阿爾忒彌斯已經站在了發射架上。這次載人繞月飛行能否成功，我們拭目以待。好了，今天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這期節目，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我們下期再見。